任务完成后，我拒绝脱离世界，我嫁给了裴怀。婚后第5年，我被诊出了喜脉，他喜极而泣，他素来淡漠，2次失态皆因我。京都人人皆知，他爱我如命，但我却知道，他在外养了妾室，孩子都已3岁。这一回，系统问我任务已成功，是否脱离世界？我释怀地笑了笑，是。恭喜裴侯爷，裴夫人有喜了。在太医说出这句话时，裴怀眼眶瞬间红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高兴的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完全不像在朝堂上雷厉风行的裴侯爷。娘娘，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是啊，我们成婚5年了，对孩子的期盼越来越高，可越是期盼越是等不到。他是侯府独子，子嗣至关重要，却因我一句一生一世一双审，断然拒绝纳妾。他说他只爱我，即使没有孩子，他也只愿守着我活。他如此忠贞不渝，我怎会不感动？我这人最是娇气，却在这5年里，不知喝了多少苦药，扎了多少针，试过多少偏方，很疼很苦，但我知道都是值得的。如今我们终于有了孩子，回忆往昔，我只觉得心酸，眼泪不受控制落了下来。他给我擦着眼泪，温柔极了，仿佛我是他最珍贵的宝物，碰一下就要碎了。我盯着他满含深情的眼眸，哭得浑身颤抖。我知道，他的深情不是装的，他的确爱我，但他也可以瞒着我，置办外事，甚至和那个女人有了孩子。3岁了，他瞒了我整整3年。京都最近可传遍了，满京都的人都知道裴侍郎爱妻如命，畏妻如虎。他发誓不纳妾，便无论是谁来劝都没用。那年皇帝见裴怀久久未无子嗣，便赏赐给他几位美妾。我听闻消息，又气又委屈，但陛下所赐不敢辞，便安排下人去收拾屋子。但到了晌午，他却独自回来了，背上挨了15个板子。原是他拒绝了赏赐，陛下一时气恼，才打了他一顿。娘娘，我只要你就够了。他笑得那么好看，眼睛里仿佛盛满了星星。那一刻，我只听到我心脏乱跳的声音。他升任侍郎，公务极其繁忙，却会在回府时给我带我爱吃的梨花糕，会为我晨起描眉，会怕我在府中烦闷，他便不顾身份为我亲手编秋千，又怕我贪玩受凉，再三嘱咐下人为我添衣，一桩桩一件件都在一遍遍地告诉我他爱极了我，又怎么会是假的呢？系统，你说他到底爱不爱我？系统并未回应。自从我拒绝脱离世界后，他就陷入了休眠。可我想，即使他醒着，大概也无法析出人类感情的复杂吧。也许是思虑过度，我孕吐十分严重，短短半月就瘦了10斤。急得好脾气的裴怀也忍不住对下人、对大夫发火。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太后身边的一个老嬷嬷对孕吐有办法，便不顾脸面求上了太后。太后笑骂他是妻管严。你呀，真是个妻管严。他红了脸，却点头承认了这个说法，厚着脸皮带走了嬷嬷。当时在场的几个后宫娘娘啼笑皆非，不到半刻，此事传得沸沸扬扬，连我母亲登门时都笑着与我说我好福气。有裴怀这么一个顶好的郎君如此疼爱你。娘娘，何启阁新出了芙蓉山楂酥，清爽解腻，你一定会喜欢的。他小心地将糕点摆到我面前，眉眼带着笑，可我却只尝了一口便放下了。裴郎，杏花开了，明日你陪我去祥山看看吧。他笑容有一瞬变得僵硬。明日下雨，山上路滑，你刚怀出身孕，还是不要四处奔波了。娘娘，你想看杏花，我陪你去杏花阁看看如何？还能喝一杯你最爱喝的杏花酒。我盯着他，试图从他的表情找出一丝心虚的破绽，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好像真的是在意我的身体，才说出的这番话。娘娘莫气，等天气好了，
夫君日日陪你去香山，好不好？但我却敏锐地嗅到了一丝杏花香。裴怀今日去香山了，那里住着他的外室，他将那个女人娇养在香山楼。春意盎然时，杏花绽放于枝头，整个院子被杏花香环绕，美不胜手。哪像我，身为穿越女，却毫无斗志，甘愿被困在这四方的天里了，动弹不得。半月后，公主邀请我参加她主办的杏花宴，她素来对我好，便同意了。临要上马车时，裴怀仍然忧心忡忡的牵着我的手。娘娘，公案还没解决完，我今日没法陪你去，你可要万分小心。说着，又千叮咛万嘱咐我的婢女，要知冷知热，要添茶倒水，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她都要一一确定才安心。郎君可真疼爱夫人，满京都再找到一个如郎君这般年少有为又知冷知热的男儿了。他见我脸色难看，猛地住嘴不敢言语了。我靠在马车上，微微闭目。好郎君这三个字，过去我沾沾自喜，引以为傲，如今再听，却只觉讽刺之极。其实我骗了裴怀，此次来香山，我并非参加杏花宴，而是想去看看那个女人。我站在杏花树下，看向不远处的牌匾，真玉阁，如真似玉。看来裴怀当真在意他。我心脏猛地揪了一下，只觉一阵刺痛，难以呼吸。而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敲响了房门，是裴怀。我与他相识数十年，没人比我更熟悉他。接着，一个女人打开了房门，抬头时露出了一张明艳夺目的脸容。她浅笑着勾住了裴怀的臂弯，裴怀顺着她的力道走了进去。曲娘，等我回到家时，裴怀还没回来。我看向窗外的秋千，才发现藤蔓上的花朵全数枯萎了，繁华不在，只剩疮痍，和我的心一样。这时，裴怀走了进来。娘娘，今日开不开心？夫君给你带了杏花酒，今夜你尝两口。我乖乖地坐下，目光却停留在他的脖颈上，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2点红，像是炫耀，又像是耀武扬威。我抬手轻点在红痕上，指尖冰凉。裴怀，你脖子上是什么？他一愣，眉眼带着一丝紧张。大概是蚊虫叮咬的吧。现在是春天。那可能是过敏了，我今天不小心碰了一块鱼肉。当时没在意，就没告诉你。说话时，他单膝跪在我面前，用力地握住我的手，像是在证明自己的可信度。可我再不会信他了。裴怀，你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你也说过永远不会骗我。这些话到如今还算数吗？他看着我的面孔，仿佛看出了一丝端倪，慌乱的手都颤抖起来，将我拥入怀中，很用力。娘娘，我爱你，我只爱你。你看，裴怀从不会说谎的，所以他只说爱我，却不敢回答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骗了我，我知道的，甚至我如今都怀疑他的爱。这么多年的情爱，是不是都是假的呢？我想弄明白。裴怀枕起时亲吻了我的脸颊，又嘱咐了丫鬟不要惊扰我，才离开。我听着他离开，慢慢起身，走向了他的书房。他对我从不设防，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木匣子，上面刻着我的小字“袅袅”，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裴怀作为籍贯礼。他那时看着我手上的划痕，心疼得红了眼眶。在我面前，他从不是端方淡漠的裴侯爷，而是会撒娇卖乖的爱哭鬼。娘娘，这个盒子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放我最喜欢、最珍贵的东西。婚后，我无意查看，却发现里面全是我的画像。他大言不惭说我就是他最珍贵的宝物，我羞得脸红，但心里却是无比欢喜的。但如今，我却看到了另一张画像，女子粉衣罗裙，姿容绝艳，而她身边坐着一个小娃娃，像极了儿时的裴怀。左下角还提着4个字：至珍至宝。我心脏一揪，手上下意识的用力。袅袅，你怎么在这儿？我好像应该将画像扔到他面前，质问他这是谁，但我没有。我沉默地将画像放在了里面，又盖上了盒子，转头走向了他，浅浅地笑了，仿佛像之前一般。没事，我就是随便看看，看看我放在心上多年的男人是如何珍爱着别的女人。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裴怀如果跟我说他爱上了别的女人，我会伤心也会难过，但是我绝不会痴缠不放。但他不该骗我。傍晚夜深时，裴怀已熟睡，手还是不自觉地轻拍着我的后背，温柔地安抚着我。我睁开眼，抬手在半空中慢慢勾勒他的棱角，很俊美啊，和过去的裴小郎君明明是一个人啊，但他变了。我知道的，裴怀，是你跟我说永不负我的。你骗了我。初见裴怀是在我穿越的第2年，我的吸心手任务只有一个，协助嫡姐封后。我初来乍到，哪怕深受宠爱，却依旧满心惊恐，生怕一不留神暴露身份，就被这个信奉鬼神之说的时代当作异类排挤。父母爱我，但他们更看重姿容绝艳、样样出挑的嫡姐。嫡姐爱我，但她更看重能让她一步登天的权利。所以我处处谨小慎微，能少说就不多说。但在一次桃花宴上，素来与嫡姐有怨的明姑娘多次明嘲暗讽，嫡姐能不能担任太子妃之位，也是你配说的，却被她推下了池塘。那一次，我真以为我要死了，但我没有，是裴怀救了我。他将狐裘披在我身上，3言2语就把那位小姐气得离场。沈家妹妹，你没事吧？他笑得好看极了，比桃花还艳。那一刻，我的心静悄悄地动了一下。他是裴小侯爷，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子，长相俊美无双，身份贵不可言，京都不知多少女子芳心暗许。我当时不过16岁，情窦初开，喜欢上他也并非怪事，但也只是喜欢罢了。比起裴怀，我更想的是回家，再多的就是想在离开之前多看他几眼罢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却抬手扶正了我的发髻，轻笑了2声。沈二小姐和你兄姐倒是不同，十分可爱。我抬头看他，只一眼，我便红了脸。那日阳光正好，却抵不过他眼眸的温度。我扪心自问，真的只是喜欢吗？不是的，我爱上了他。我无法再骗自己。我18岁那年，裴怀上门提亲。沈二小姐，我心悦你已久，只愿与你长相守不分离，只愿与你相伴左右，白头偕老。你可愿嫁我？他答应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答应永远爱我疼我，我怎么舍得拒绝呢？所以在嫡姐封后当日，任务已完成，是否脱离？我拒绝了，1秒都没有犹豫。
我并不喜人多烦乱的地方。京都小姐夫人的聚会，我也是能避就避。芝儿见我心情烦闷，胎已坐稳，便哄着我去方琦酒楼吃吃新上的菜。可能真的不凑巧，一低头就看到了裴怀，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率先跳下马车。爹爹！裴怀微笑将他抱入怀中，丝毫不介意。孩子踢脏了他的衣袍，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会因为在练武场被哥哥踢脏了衣角便要沐浴更衣的人。而后一个女子下车，眼神温柔地看着这一幕。父慈子孝，他们才像一家人，而我不过是短暂偷走裴怀的小偷罢了。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夫人，夫人，你没事吧？直到智儿焦急的呼唤才将我唤回神。我侧目看他，却看到他满脸泪水。小姐，别哭了。哭什么？我什么都没做错，我怎么会哭？可我抬手摸了摸脸颊，指尖冰凉。小姐，我们回沈家好不好？我们去告诉老夫人，一个都没……不！我的拒绝一秒都没有犹豫。嫡姐虽为皇后，却四面楚歌，母亲本就操劳，这个时候再不能因我的事烦心，她身体怎受得了？这是我的事，这是我选择的路，该怎么走下去，我自己决定。我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眼神怅然。我要想一想，我要好好的想一想。回府后，我派人去调查那个姨娘，我总要弄明白裴怀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可以不惜背叛自己的誓言，生生骗了我这么多年。主上，沈家暗卫办事效率很高，不到3日，我便知道了两人的所有情感纠葛。原这女子竟是裴怀的表妹赵芷。4年前，裴老夫人见我久久未无身孕，便从老家找来了智娘，趁我进宫与姐姐相聚，又给裴怀下了药，两人便有了夫妻之实。次日她一觉醒来，本想将此事说清，也是裴老夫人苦苦哀求，以死相逼，才让她暂时隐瞒。裴老夫人本想给她一个名分，但裴怀不允，裴老夫人不敢再逼她，只将玉娘安放在了香山。后来玉娘有了孩子，裴怀待她冷漠，却去看过孩子，1次、2次、3次，直到如今。小姐，郎君也是被人暗算。这话他自己说起来都无比心虚。他久经沙场，心性坚定，又怎会轻易中了暗算？何况第1次是意外，接下来的3年呢，也全是吗？我轻笑了2声，将信纸放进了火炉。只一瞬，洁白染上了火焰，止于一堆灰烬。只是他也想罢了，可能是想要孩子，可能是那女子的确美丽无双，他顺势而为罢了。裴怀回府时，天色暗了，这数日他都如此，大抵是那女子缠着不愿放他吧，不然身上的女人香也不会越来越重。芝儿，他先是召来了芝儿，问我今日的吃食用度。芝儿年龄小，藏不住事，态度十分冰冷。他皱眉不悦，但什么都没说，让他离开了。哼，我看着，却只觉得心酸。你看他，下人如此冒犯，他都忍下了火气，只因他是我的陪嫁丫鬟，不愿伤我的体面。夜深时，他仔细地给我涂抹香膏。袅袅，近日你总有些不开心，明日夫君陪你去祥山散散心吧。我垂眸望着他，烛光落在他脸上，明明暗暗的，他眼睛却澄亮极了，就像这些年无数个傍晚，我靠在他怀里，微微闭着眼眸。他轻拍我后背，哄着我般说着白日的事，嗓音低低的，我有时会被他逗笑，直到慢慢睡过去。他亲吻我的脸颊，说一句我爱你。我当时只觉得这般的日子不过是寻常，但是那般的寻常却再也回不去了。我想笑一下，却觉得无比疲倦，
圈的那颗数千次为他跳动的心，也终于可以休息了。为他心动的心都缓了下来。不用了，花期已过，杏花也败了，去了也枉然。而这时，休眠已久的系统突然出声：“宿主你好，监测到任务已完成，你可随时脱离。脱离后，这具身体会如何？原体自然离世，原体自然离世。”闻言，我指尖轻颤。别离开我，娘娘，我爱你。我素来对裴怀都是心软的，这次却想看一看，如果我走了，裴怀会不会后悔今时今日对我的背叛欺瞒？再度上香山时，是在我怀胎6月时，满座神佛下，我显得格外渺小。我虔诚地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1位孩子，祝他此生喜乐安康；2位沈家，祝家族昌盛，欣欣幸荣；3位裴怀，祝他长命百岁，岁岁难忘我。走到半路，天突然下起了暴雨，路更加滑，一行人便来到了象山阁避雨。走到门前，我抬头看，真玉阁3字已不在，只剩下冷冰冰的香山阁。不过也不奇怪，真玉都已被裴怀令旨安放，真玉阁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我站在廊前，抬眸看向院中央的桃树。第一次见时，它还没有如今的绿叶繁茂。突然，我目光所在一点红，是一个香包，大概是走得匆忙，被遗漏了。芝儿拿给我，我打开香包，里面有一张字条：愿君安康，妾与君长久，同愿。上面的字娟秀，应是幽娘写下，下面的字我很熟悉，是裴怀。我看了许久许久，才慢慢的放了回去，将香包给了芝儿，放好。这些都是将来要还给裴怀的。裴怀啊，裴怀啊，原来真的有人可以对我这么好的同时，盼着和别的女子长长久久。这一刻，我眼睛酸得厉害，却再掉不下一滴泪了，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叹世事无常，叹花开花落。这场雨下到天色灰暗才停。芝儿收拾房间，想在此留宿，我断然拒绝，不愿在此停留。裴怀与姨娘在此，我只觉肮脏。这地方太脏了。芝儿心领神会，紧攥我冰凉的手，她让人收拾马车，点上暖炉。我扶着芝儿慢慢登上马车，我靠在狐裘上，盯着手中诗经，一页页全是刺心的句子。士之耽矣，犹可说也；女之耽矣，不可说也。继而偕老，老时我愿，妻则有爱，妻则有偏。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凡事不思，亦以厌也。我一遍遍读，直到泣不成声。我曾以为不会成悲情女子，可我终究没能逃过此劫。我不为裴怀，只为我自己。哭进退两难，哭我懦弱又胆怯，哭我得到的爱转瞬即逝。马匹突然惊色，利剑破窗而出。利剑离我只有咫尺之遥，侄儿脸色惨白，忙扶我下车。侍卫立刻上前阻拦了黑衣人，血腥味混着雨腥扑面而来。我脚步一慢，剑也朝我射来。我双腿一软，闭上了眼睛。痛感未到，有人挡在我身前。裴怀，他努力笑，想让我别害怕。下一秒，他踉跄倒在我怀里。别怕，娘娘。他让我别怕，可我怕极了。我怕他活着继续伤害我，但我更怕他死了，我永远亏欠他。我恨他，恨他明明不爱我了，还要做出这份深情样子，让我一个人挣扎痛苦，反复的自我怀疑。裴怀，你为什么要舍命救我？我走了，你与他，你与你的孩子长长久久不就好了吗？这不就是你所愿吗？眼泪滑落，一滴滴落在他的肩头。裴怀，我恨死你了！真的，
剑伤极重，裴怀昏迷了许久。裴老夫人匆匆赶到，见到裴怀受伤，急得眼前发黑，却不忘斥责我不安于世，整天惦记着朝外跑。我无心与他争议，却在抬头时看到了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女子。赵气，她脸色发白，眼眶发红，正不断地抹着眼泪。比我这个正房妻子还要忧心裴怀的安危。她注意到我的眼神，下意识地缩了缩肩膀，仿佛我是红回猛兽。裴老夫人注意到这一点，连忙挡在她面前，生怕我伤了她分毫。这是我婚后多年都不曾得到过的待遇。我大概是圣母心作祟，但我其实并不打算为难她。这世间女子本就艰难，何必相互为难？等安顿好裴怀，天已蒙蒙亮。我只觉得小腹微微抽痛，大概是疲劳所致。喝了一碗安胎药，便打算睡一会儿。而我没想到，裴老夫人竟如此迫不及待，等不到裴怀醒来，就要与我对峙。这是怀儿的表妹，我打算将她给裴怀做个贵妾。见我未表态，他又不耐地说道：“两人已有多年情谊，更是育有一子。你未有子嗣时，怀儿担心你多思。如今你也有了孩子，郑夫人的位置也坐得稳稳当当，总不能让侯门长子一直流落在外，契娘也不能一直没有名分。”此时，我才懂他为何等不及了。他是知道裴怀醒来定不允赵七进门，便先逼着我点头。到时赵熙携子进府，裴怀纵使对我心有隔阂，也不好再反悔，而他也免于母子生怨。一箭三雕啊，真是好计策啊！我放下《诗经》，好。裴老夫人一愣，连一直未开口的赵熙也抬起头看我，没料到我竟如此爽快。毕竟我独自霸占了裴怀那么多年。我轻笑了一声，眼神澄亮。我允了，老夫人择日让他进门吧。等裴怀醒来已经是半月后，他醒来那日我没去，赵婉带着裴明南去了，但是很快就被赶了出来。侄儿幸灾乐祸又绘声绘色跟我说：“小姐，你不知道，侯爷醒来看到他的时候脸色难看极了，让他立刻滚出裴家。大公子哭得喘不上气。”侯爷却态度坚决，只说让小姐你过去。可话没说完，一个人影突然冲了进来，是裴怀，他身上还绑着绷带，却丝毫不顾，将我一把拥入怀中。娘娘，娘娘，娘娘！一遍遍地喊着我的名字，又顾及我的孕肚，双手小心翼翼。我没挣扎。裴怀，你在颤抖，你怕什么？我肩头半晌变得温热，你怕什么？我肩头半晌变得温热，他在无声地哭，所以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我怕你走了，我怕极了。我轻拍他的脑袋，像是安抚。别怕，我不会走的，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他一愣，惊喜地抬起头来。永远吗？我不会说谎的，所以我只是笑，什么都没说。他眼神瞬间变得暗淡，双手颤抖地握住我的肩头。娘娘，我知道错了，我不该骗你的，是我糊涂。你不糊涂，你很聪明。我看着他，笑意温柔。你知道，我知道赵渊的存在，会伤心，所以你就一直瞒着我。他脸色一变。娘娘，我
我抬手点在了他的嘴上。这些年里，你大概是因愧疚，对我愈发的好，骗得我更心疼你，更因久未有孕而愧疚。还有呢，在我为了孩子喝一碗碗苦药，扎得整个手臂青紫。你是不是和他相处时嗤笑我的愚蠢？你瞒了3年多，滴水不漏。你看你多聪明。他抬手想要抱紧我，我没躲。这一次他搂得很紧，像是要把我融进身体里，呼吸蹭着我的耳侧。对不起，妞妞，对不起。但我却在他身上嗅到一丝赵轩身上的甜香。这一刻，我无比清醒地明白，哪怕我和裴怀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但各自的心早就变了。他非他，我非我。这世间再无我们。我靠在他的肩头，不用对不起，这本是我自己选的路，是我爱错了人，信错了人。我是天下最蠢、最糊涂的人，我认输了，裴怀，我们和离吧。那日裴怀落荒而逃，但逃又有什么用？事实已定，我闭院不出，偶尔走走，也只是在院子里走几步。这日突然听到正院传来热闹的唢呐声，我才想起今日裴怀并未偷偷来看我，原来是赵元要进门了。刚开始裴怀自然是不愿，哪怕裴老夫人再三以身体相逼也无用。但是一日夜里赵宇竟水米不进，绝食多日，等发现时人已经虚弱不堪。裴明南更是在裴书房前久跪不起。裴怀对谁心都是硬的，但是对裴明南这个孩子却是软的，所以他妥协了。其实我也并不意外他的选择。今日婚宴他没请我去，请了我也不会去。我不愿见他，更不愿受赵渊的侯府做妾室礼，但我实在没想到赵渊会主动找上门来。夫人，妾已有孕4月，老夫人说待妾产子，便升妾身为平妻。她穿金戴银，眉眼得意，再无之前的怯懦柔顺，这大概是她的真面目，也是一个能走到这一步的女人，怎么会真的是心思单纯的小白兔呢？我看着她，并未接她的话。夫人意下如何？这是你们裴家的事，要问去问裴怀。该不是裴怀不允，才求到我这儿吧？此话像是戳穿了他虚假的得意，他面目微微扭曲。你到底给侯爷说了什么？他虽娶了我，却始终待我冷淡，哪怕我有孕，他也没有半分喜色。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沈妖，你以为你罢了他的人，就能占住他的心吗？我告诉你，话音未落，我抬手一个巴掌落在了他脸上，他被打懵了。你打我！而与此同时，裴怀慢慢走了进来，赵姬猛地收起了愤怒，眼眶发红，旭然若泣地扑向了他。侯爷，妾身不知哪里惹了夫人，竟惹得夫人对妾身动手。裴怀却看都不看他一眼，痴痴地看着我。他打你，你就受着，这是你该的。他愣了一下，是。我隔着赵妮与裴怀遥遥相望，但再无心境。
唯余满心失望。那日之后，我发现裴怀对赵婉不过寻常，甚至有些冷淡。但我已分不清他是不是又在做戏，我也懒得思考这些事情。芝儿见我每日倦懒，便哄着我走远些。不一会儿就走到了池塘，这时裴明南突然冲到了我面前，我猛地一惊，差点摔倒在地。见我被芝儿扶住，裴明南面露怨怼：“你这个坏女人，欺负我阿娘，抢走我阿爹，我才不要他跟我抢爹爹！”此话宛如一个炸弹，在我脑海轰然爆炸。没有人敢在一个母亲面前这样说她的孩子。我气血上涌，失去了理智，仙境，只想让她住口。娘娘，你在干什么？直到被裴怀猛地拉开，我才回过神来。裴明南被我推得跌坐在地上，胳膊蹭破了皮，正委屈地看着裴怀。裴怀，他那样说我们的孩子。爹爹，我没有，我只是和夫人说几句话，他就推我，我好怕呀！转头看我，却是满目失望。娘娘，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但是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动手呢？你何时变得如此偏激？此时此刻，艳阳高照，我却只觉得冷，从心脏喷出的冷，弥漫到了身体的每个角落。你不信我，裴怀，你不信我。裴怀却撇过头不看我，声音冷极了。这些年我的确信守承诺，只守着你一个人，但我已经20有5，你久未有孕，我又是侯门嫡子，总要有子嗣才可让家族安心。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裴怀，这些话你藏在心里多久了？我竟不知，原来你是这么想的，你是这么想我的。原来是这样，原来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是我会错了意，看错了人。我颤抖着双手，浑浑噩噩地往回走去，身后裴怀大概是意识到我的不对劲，想要追上来。娘娘，对不起，我一时心急说错了话。可下一秒就被赵烨喊住了。侯爷，你快看看男儿吧。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裴明南，终是停下了脚步，抱起了裴明南。那日之后，我再也没有出过门。我将自己困在屋子里，一遍遍地看着《诗经》，一遍遍地凌迟着我的心，直到他对裴怀最后一丝爱意消灭。我摸着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走了，孩子怎么办？这也是我迟迟没有和裴怀撕破脸的理由。我离开了，我的孩子却要留在这里，他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一切，而我要做的，就是临走前将他的一生安排妥当。我给狄姐写了一封信，嘱咐她在我离开后将孩子带进宫抚养。我不放心裴怀，我只放心狄姐。她向来聪明有胆识，孩子跟着她能学得很多。然后便是裴怀。我将当初捡到的红色香包和我新做的香包都给了芝儿。我的香包上绣着一只孤零零的鸳鸯，以及我的小字，里面有一封我写给裴怀的信，很简单，但足矣。我安排好了一切，嘱咐芝儿等我走后一定要亲手交给裴怀。芝儿哭得稀里哗啦，抱着我的腿，只知道点头。傻孩子，哭什么？你家小姐是要过好日子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小姐真是受苦了，下辈子要过得好。我一愣，这一世我吃苦了吗？
好像并没有。我穿越而来，虽日日担惊受怕，但却被娇养到大。儿时有父母兄姐为我撑起一片天，婚后有裴怀为我撑起了天。我爱上他，依赖他，仿佛真的成为了一个古代的娇小姐。但我比谁都清楚，我不是。我有满脑子的新奇想法，我会酿酒炼剑，我能画出更华丽的簪子，会设计出更漂亮的衣裙，但我一个都不敢展示。我是世家女，我代表的不是我，而是沈家。我的一举一动代表着父母兄姐的尊贵体面，所以我什么都不做。我有时会想，如果我真生于这个时代就好了，那样的话，裴怀纳妾便俱好了。我会尽到正妻的宽容大度，但我不是，我也做不到和别的女人分享丈夫。我只要一生一世一双人，他最初做得到，我便留下爱他。他如今做不到，我便离开。只不过我的离开注定会成为他心中永远的遗憾。我相信他会终生难忘的。再次见到裴怀，已经是我怀胎8月时，期间几个月，我从不与他见面。我知道他每日都会在不远处看我，但我并不理会他。可这日我却主动走上前去，他欣喜若狂，跟我说了许多，我静静地听着，很少回应。娘娘，我要出征了，大概1个月后回来。我生产那日，你能赶回来吗？会的，我肯定会回来的。我微微一笑，他看得慌了神，上前握住了我的手。娘娘，我已经知道错了，但是我真的爱你。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我只守着你。我看了他许久，看得他有些心虚的想要转移话题时，好，看得他有些心虚的想要转移话题时，好。他满目惊喜，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的肚子，看看我又看看肚子，仿佛要把我们刻在脑海里。等着士兵前来催促，他才万分不舍地离开。我望着他的背影，裴郎，你早点回来。那一刻，我的笑容温柔极了，仿佛回到了我初嫁他时的天真模样。娘娘，你等我。但裴怀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袅袅。他在外征战，打得敌军节节败退，他却时常看着一个荷包发愣。娘娘，等我。他凑在唇边温柔亲吻，眼神睨曲，仿佛神鸟就在眼前。突然这时，身后营帐被人掀开，一个士兵冲了进来，举着信封，双手颤抖的厉害。侯爷，侯爷，侯夫人产备时难产，小公子无恙，但侯夫人……裴怀脸色巨变，你敢咒袅袅，我要罚你！说着就要拔剑，但士兵却只磕头，磕得额头血红，却不改口。侯夫人真的不行了，侯爷！裴怀的剑猛地掉在了地上，砰的一声脆响。袅袅，袅！他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便发疯般的冲了出去。3日3夜，他没有休息片刻，累死了6匹马，终于赶到了京都侯府。但一切都晚了。侯府白绫挂起，白色灯笼一盏盏，刺得他眼睛生疼。
我不信，我绝不信袅袅会弃我而去。袅袅，袅袅！他不甘心地大喊着心爱之人的名字，期盼着一个娇俏的女子挂着笑出来迎他。裴郎怎么才回来啊？但是他等了许久，袅袅都没有出来，他定然还在生气。没关系，我去找他就好了。袅袅答应我了，等我回来就不生气了，好好跟我过日子的。我已经知道错了，我日后会有大把的时间，一点点的弥补袅袅。裴怀踏进正屋，一眼便看到了躺在床上的袅袅。袅袅，我回来了。他欢喜地走到床前，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却冰冷彻骨。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了，他再也无法骗自己。袅袅真的走了，他只觉一颗心像是被活生生挖了去，只留下一个血肉模糊的洞。袅袅，你别生气了，我回来陪你了。我已经知道错了。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美丽的女子，我怎么会说你偏激呢？你骂我好不好？他喉咙一阵发紧，脸色苍白如纸，身体晃了晃，险些摔倒。侯爷节哀，夫人已经去了。可话没说完，却被裴怀一把推开。他踉跄着后退几步，却被裴怀冰冷的目光盯住。他走了，你是不是很开心？你是不是觉得你就能取而代之？他目光森然，仿佛夺人性命的阎王，妾身绝无此心啊！滚！他怒吼一声，恶狠狠地刮过所有人，都滚出去！裴明南连忙扶起浑身发软的赵全，逃也似的离开了。次日，棺木下葬，裴怀在众目睽睽之下，抱着棺木又哭又笑。在场的人都明白，裴怀彻底垮了。因为夫人的离去，在战场面不改色的战神垮了。在宫里的沈后接走了小侄子，清风不足月的裴家幼子为侯爵，彻底断了赵元母子的念想。裴怀清醒时写下了休书，将赵义休弃。裴明南长跪不起，滚！却被裴怀厉声喝退。逐渐的，侯府人走楼空，裴老夫人带着赵契母子回了偏僻老家，不敢露面，大抵是潦倒此生。往日繁华的侯府颓然不起，只剩下丫鬟芝儿迟迟不肯离开。旁人问起，他眼眸黯淡。我想陪着小姐，也想看着她赎罪。他恨透了裴怀。而这夜，沈妞的丫鬟芝儿找上了裴怀，给了那2个荷包，一个是夫人去珍宝阁时在树上捡到的，一个是夫人临终前绣的。珍宝阁。裴怀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什么，脸色猛地煞白。袅袅！芝儿泪流满面。对，小姐早就知道你和赵阳的事，是赵远派人送的信，小姐什么都知道。
但他念着你们的感情，什么都没说，一个字都没说。说完，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扭头离开了。裴怀看着手里的2个荷包，猛地将红色荷包打开，一张字条露了出来：只愿君安康，妾与君长久。这是我的字节，但是我从未写过这种东西。但即使是假的又如何？背叛是真的，欺瞒也是真的。他又颤抖着手打开了另一个荷包，里面也有一张字条：此生已惘然，一不错，百不错。你我难逃兰因絮果，兰因絮果。裴怀，自始至终让我伤心的人只有你啊！我才是这天底下最蠢、最笨、最糊涂的人啊！你不信我，你不信我！原来你竟是这么想的。袅袅绝望空洞的泪水，直到是如今才落在他的心里，每一颗都沉甸甸的。这一刻，巨大的悔恨扑涌而至，将他死死地裹在其中，无法挣扎，无法挣脱，只能一次次地受着悲痛悔恨的蚕食，直至死亡。沈暖离世半年后，芝儿照常去正房洒澡。小姐虽不在了，但是小姐的东西都还在。我不能让这些东西积了灰。可是走到柳树下，却看到石桌上趴着一个人影。他走近一看，是裴怀。要喝酒就去别处喝，别在这惊扰小姐。可话说到一半，他察觉到一丝端倪，此处只有他一个人的呼吸声。他一愣，抬手探向了裴怀的鼻下。他走了，裴怀终于走了。芝儿并不觉得恐惧，反而松了一口气。这个害了他小姐郁郁而终的男人，终于因为无尽的悔恨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也不枉小姐错爱他一场。他擦去眼角的泪，抬头望向天空。恍惚间，他好像看到了少女时的小姐。她的脸带着几分婴儿烦，穿着她从未见过的新奇衣服，笑容灿烂如阳，声音又娇又嫩。芝儿，我如今很幸福，你也该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天天开心哦。好。小姐，那我祝你永生永世都喜乐安康。